如果这项提案真的通过的话，台湾民进党当局必然是欣喜若狂的。至于会不会引火烧身，恐怕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了。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呢，倒是还有点理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的话题我说一说美国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消息，美国众议院日前提出邀请台湾参加明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如果这项提案真的通过的话，台湾民进党当局必然是欣喜若狂的。至于会不会引火烧身，恐怕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了。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呢，倒是还有点理智。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党团书记长陈以真表示，这是把台湾推上火线，会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况。言下之意就是解放军很可能就要打过来了。然而如果现在掌握台湾地区政权的不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那国民党就会拒绝美国的邀请，不去参加这个什么环太平洋军演吗？未必如此。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是争着去抱美国大腿的，只要能抱得上什么国家大义、民族尊严呢，都是可以放在一边的。今天的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在自己的体内培育出来的。今天民进党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曾经是国民党的党员，而民进党的大恩人、台独的教父李登辉就曾经是国民党的主席。所以今天台湾的乱象，今天民进党的各种倒行逆施，国民党脱不了干系。美国为什么要邀请台湾当局参加环太平洋演习呢？难道是因为把台湾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合作对象吗？美国和其他对象的合作当中，从来没有平等这回事，只有随时可以出卖和不能轻易出卖两种。对台湾当局美国设定了两种角色，一种是提款机，美国经常会通过军售从台湾弄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采购费用，台湾想不交都不行。至于真正卖给台湾的东西，那就是参差不齐了，有一些确实会产生一些威胁，有一些完全就是废品处理。另外一种角色就是人肉炸弹，台湾被美国摆在对抗中国大陆的第一线，身处解放军的火力射程之内，却保有几十万常备军和大量的预备役，武器装备的数量之多到了不成比例的程度。台湾当局连同全体台湾人民都成了美国用来遏制大陆发展、威胁大陆安全的工具。环太平洋军演是美国主导的，每2年举办一次，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军演。环太平洋演习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很模糊的活动。当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没有今天这么紧张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环太平洋演习。这项演习除了一小部分海上搜索救援的内容之外，并没有一项非常清晰的战略假想敌。随着美国不断的恶化中美关系，环太平洋演习的假想敌也逐渐的清晰化，那就是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兴趣在整个太平洋上和美国展开对抗中美之间可能的海战场仅仅发生在西太平洋而已。在这个范围之内，解放军所拥有的打击能力也已经让美国海军的战略部署失去了意义。美国人继续搞什么环太平洋演习，并没有多少军事价值，而是一种政治站队的形式主义。除了美国方面之外，参加环太平洋演习的其他国家海军力量都比较薄弱。我们假设最极端的一个场景，就是环太平洋演习来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方面忍无可忍出手反击，那么它会导致很多的国家围攻中国大陆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只要解放军的炮声一响，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参演方都会一哄而散，用最快的速度逃到解放军的射程以外去。唯一逃不掉的就是台湾，他们只能待在原先的位置，等着严厉惩罚的降临。从这个角度讲，国民党议员提出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表述还真是蛮贴切的。但是台湾国民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议会发言这种层次，
正如前面所说的，民进党就是国民党自己培育出来的，国民党怎么也应该站出来做一些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吧，应该把分裂祖国、对抗大陆的错误性和危害性向全体台湾民众讲清楚，说服教育和带领台湾民众一起反对台独势力的倒行逆施啊！如此，台湾国民党才能够为自己的历史罪行赎罪啊！